本节目由康师傅无糖茉莉花茶冠名播出，每一口清香如初绽。头顶蓬松，发尾润，清爽修护不黏腻。本节目由潘婷3分钟淘淘洗护特约赞助播出。好吃好玩，奥利奥，一口多重美味。本节目由奥利奥行业赞助播出。本节目由专注皮肤健康30余年的百多邦品牌赞助播出。美好相伴，快乐每一刻。本节目由喜之郎梅浆果冻指定赞助播出。Hello， 5个男生1个女生。男生最受欢迎的就是曹以恒。哎，你们有期待到什么样的心动对象吗？就是比较喜欢情绪稳定一点的。挺稳定的。说我呢？看着比较干净的。还有其他关键词吗？性格方面你会有向往的吗？2个艺人欺负1个 I 人，解围了。你能看出来吗？就是今天的颜色。哎呦 ，I 人是吧？为什么我觉得他挺腻的？一圈男生你坐中间，我觉得换我也会很爱。对，都在盯着月儿看。接下来将释放全员身份信息。我来。哎呦，那你看，哎呀，来了啊！课文也是厉害的。你最欣赏的同性，请和他交换座位。这一期攻击力好强啊！这直接把月儿包围了。要向人家学习，人家就是很坦荡。Hello， 迎宾在箱子呢？我箱子在楼下。是在较量啥呢？你拿一段，我拿前半段。是。哎呦我天！我去看一下屋子可以吗？我正好也没看呢。好没有原则哦，太正好了啊！3个导游1个旅行者。我真的紧跟随，在看房的中间，众星捧月。困在你的房间中，委屈雨过晴天，把情绪放在一边，跟着直觉，渴望它就在眼前，别假装视而不见，勇敢一点，靠近我，有微光在眼里闪烁，这是心动的信号，这是心动的信号。第2天了。下班了，回小屋了。提了好多东西。哇，你们在做什么？番茄滑蛋牛肉，还有个香菜牛肉。哇！你要做什么？我想做鱼。哎呀，鱼好难。我爱吃鱼。太棒了！我来准备一下菜。简单的家常菜。给大家带点水果配一起。尝一个西瓜，我拿个行。好好啊。你可以先吃一个西瓜。谢谢。好。番茄炒丁，嘿嘿。啊？哦，还有小串。我要开始炸了，同志们。哦，你说炸的是吗？对啊，它这个鱼是需要炸的。我从家里背来的。勺子。哇塞，你这个。啊，这什么？防护面具，就防止炸的时候油溅到脸上。哦，一看就是那种爱在网上淘点小物件的那种。对。哦。养蜂人来了！我的天哪！哇，好专业！小心啊！带我远一点。哇！哇，这鱼好香啊！小心啊！慢。好嘞。果然没用的小东西都 get 到了。
好香啊！这个菜啊，在家肯定做过。专业。上菜啦！第一道菜。是的。太棒了！那我们就休息了，欣赏他们这个做饭的每一画面。再拍那道菜。把这个菜谱也拍下来了。哦，记录。小屋的第一道菜。哦，想得好甜，太感动了。从遇到你的第一刻我就开始记录了。我的镜头里只出现，真的很浪漫。搞音乐的就是不一样，还是有点浪漫细胞在。我觉得很少看到有男孩子愿意拿相机去记录一个女生，我觉得就很细心，而且是在人群中，就只对着你拍。对，这种区别于别人的对待，我觉得会让人很加分。Hello， 大家好。Hello。红烧鱼很好吃。做完了。哦，我的口水要掉下来了。还能看吧？我这个鱼太专业了，做的非常的专业，一道大菜。来了。牛的，这个看起来就好吃。哇哦，看着不错。吃吧，吃，真的吃吧。我装不了了，我好饿。我不太饿，但我可以坐着唠嗑。坐。我还以为我是最后一个呢。那我先来尝一下了。这个是你传说中的那个鲈鱼吗？我跟你说，那个要一直按。第一次用电磁炉，让它皮儿掉了。没关系，我尝一下。我不知道好不好吃，能吃吗？好吃的。好吃。我觉得味道给的很足。我第一次吃你做的菜也是这么说的。好吃，惊为天人。你尝过我做的那个翻车？我现在就准备要吃了。OK。为什么讲翻车啊？因为我放的鸡蛋放错顺序了。没关系，很优秀啊，很优秀啊！我太幸福了，一回来就有饭吃。哇哦！哦，希伦。好，刚下班。希伦下班回来了。哦，买了什么 ？Hello， 哦，大家都到了。Hello。不好意思，有点堵车。吃了吗？没吃呢。买菜了。哎，来点儿。吃点。好，吃点。你买了点菜什么的。明天给大家榨点那个消炎的健康小果汁。是。我超级愧疚，我来洗吧这几个碗。你今天怎么来这么晚？我今天堵车，再加上自己乱七八糟一点小事情。干净的，这个。你要不然先吃一点吧。我喜欢吃，对，有点负罪感，刷一下。喜欢吃不是还得洗那碗吗？不刷吃不进去哦。萌萌有点关注他。我来洗吧，你去吃一点。好，我真的现在就去吃了。陪他刷，帮他。我来了，我接班了。他们今天衣服穿的也很搭。谢谢，这是那种外科手套，蓝色的。启蒙很不一样哎，今天。那得这么戴。摘无所谓，戴的话要无菌戴。谢谢。你好懂啊，你真的是学数学的吗？没有。我给你擦。没事，最后再擦。大家还有谁没吃啊？好像都吃了，就我一个。对。你来猜一下哪道菜是谁做的好吗？你猜一下。这个一看就是月儿做的。哇！为什么？因为你第一天就开始铺垫，要先煎后煮嘛。
家有没有会做饭的？红烧鱼呢，宫保鸡丁呢？你的家常菜是红烧鱼啊哈，但是它得先油炸再红烧。哇哦，他记得。哦。又擦上了。擦的多好。我随身带着一个。哦。带着抹布是吗？我已经随身携带了。那快跟我一起擦起来吧。擦起来。但是我已经擦完了，你快没活了，被我抢完了吧。我最后抢个功。哇。那你对吗？你抢功，他们对你抢功对吧？好可爱呀！好俏皮。那你来擦这儿，我这儿湿了。你走吧，萌萌，我俩来擦。你已经非常辛苦了。好，就一点点啊，全部都交给你们俩了。非常好了，洗的太好了，我没见过这么干净的碗。我被你笑死了，情绪大师肯定太多。凯怡和以恒真的还蛮搭的，不知道为什么。那他俩交流的那个状态就是还是蛮舒服的，很轻松，很有他们两个的风格的小轻松在里面。对对对，萌萌他是对那个谁希伦是有感觉的，对，你从他眼神里就能感觉出来。对，希伦我觉得偏向于月儿吧。你觉得希伦偏向于月儿是吧？他刚只帮了月儿把箱子拿上楼。对啊。这些菜语的话，是不是全湿掉了就？这些枕头就完蛋了。应该不会下吧？你喜欢下雨吗？我喜欢在家里下雨。哦。一下雨听什么歌？下雨听什么？跟 Daniel Caesar。哦。是吗？是 Daniel Caesar。哎，那你们听歌一般听什么的多呀？Daniel Caesar。哦，记下了。你会什么乐器吗？吹笛子吗？吹笛子。我有时候做制作人，可能就是找乐手来，让他，我告诉他想表达什么，然后让他帮我来去表达出来就好。我负责给他搁在一起。就是可以拿电脑做什么吉他的钢琴部分什么的。对。那你自己岂不是就可以成立一个乐队？对，是的。哎呦，眼神哦。我之前特别喜欢刘宪华那个。哦，他很厉害，你们也特别厉害。尤其是音乐剧，我觉得就是又要唱又要跳，你们应该反应巨快，记忆力和反应。他俩一个唱音乐剧的，然后一个是做音乐的。对，音乐剧。他们有很多会能聊的话题。最近火的什么？我们在命运的两端，是否有相似的痛感？你是什么 MBTI？ 小蝴蝶吗 ？INFP。对，我之前是。哦，那你怎么突然 E 起来了？好问题，因为在学校里面的时候是 INFP，然后后来自己就总是独处的。就是可能想要社交，然后就养了一只狗狗。它就是快乐小狗本狗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它太活泼了，就很可爱，然后就是有点带动我的那种正能量的感觉，我就觉得好可爱。然后我就变异了，对。变异了，哇塞！我也想要一个，我也变异。我觉得你现在就是比前2天好多了。对，我其实稍微松下来一点。就我是需要那个完全进入这个环境，可能适应2天，我才能，就包括大家可能熟悉一点。大家都是这样，是。对。他们好放松哦。那我应该还好吧？我前2天，我感觉我好像一直都挺嗨的。你从第1天进来就挺嗨的，我觉得。进来。就进到那个蓝色的那个。嗨。
说明我第一天就有注意到你，就感觉你就很开心、开朗那种，笑着就进来了。什么叫就进来？害羞的很。就是就进来了。你有喜欢什么运动吗？羽毛球。真的吗？游泳、跑步，就在这里面选的话，我会选。你会游泳吗？会。好的。你不会？我去冲过浪，我也去潜过水。跳伞。跳伞我真是没敢跳。没有，但是我特别想。我也是特别想。很默契。有机会去跳伞。想去跳哪儿？跳哪儿？跳哪个？跳屁城。跳屁城。哦。怎么有蚊子吗？对。没咬吧？还好，我居然没有被咬。我那天脸上这儿给我咬了一个，我都。那你这样子走路，就摁住那个蚊子。摁住这个。我见谁都是这样。的比较正常想要开始谈恋爱的对话，对，就是有一点害羞，但是不是有一点也非常自然，对，就是作为观众我看得很舒服，感觉他们像就好像彼此聊过几次天的那种感觉，而且变得有点幼稚，一下，你怎么然后你就是就是突然一下变得有点幼稚，就挺可爱的。他们人呢？我刚就去那边溜了一圈。对，我没看到人。我发现客厅只有你了。这是风口，我的天啊！那要不咱换位置，我坐那边。没事，我坐哪儿都行，可以。没事，我坐这儿吧。我比较怕热，其实，咱们在这边吧。这能不能看星空房？能不能看电影之类的？我在想。想的挺多呀，想的真挺多。能不能看电影？它是星空房和什么呢？和 City Day 对吧？那你们喜欢哪个？对，我们正好听一下你们的兴趣爱好。我觉得它就是看不同的程度吧。星空房其实就是一晚上吃一个饭嘛。如果想进一步了解，肯定是就是一天的约会嘛，周中的。但是天津人是不是太多了呀？你在说什么？天津人太多什么意思？我说如果去自己的城市的话，他是天津，说他策划一场天津约会嘛，是不是？凯怡是天津的，对，凯怡也是天津人，他也是天津人。他说天津会不会人太多？会不会是想要2个人在一起？对，所以说我感觉是有点说漏嘴了。他其实在他的脑海里已经想到他要带他回到天津了，对，所以才会突然间说漏嘴，突然脱口而出，其他人你在说什么？我想喝水，你们想喝水吗？不是，想喝，要不我们去倒点水。接个水，行。呀，接个水，要不？接个水。想喝水了。收到了，大家都 get 到。真可爱。我觉得希文就是那种。我看着你们，我就看热闹，我特别乐意看这种事儿，而且他有那种促进他们关系更近的这个部分的一些举动。为啥都走了呀？我们接点水好呀，那等你们啊。
我想大家对于就是2个人就是会感应到他们2个在这哦，那我让出来，都很不错。但其实有时候这种大大咧咧的人直面这种东西的时候会手足无措。会的，会的。你在天津独特的地方是哪儿？好像没什么独特的地方，还好。我只有每个楼的楼顶。楼。拐弯走了。你们也是，就是看到就直接这样，很默契。怎么了？勇敢一点。哎呀，要鼓励自己。觉得自己没那么勇敢。我要主动，我要主动权，我要努力。可爱。支棱起来，萌萌。加油加油！要不要一起去散步一下？萌萌对机轮是有兴趣的。Hello， 机会来了。我们给他们留独处空间了。是的。快加油，说出来！支棱起来，支棱起来，支棱起来！看，睡觉走了。下来吗？给他分享，就是在下面看那2个人。不是，这会回头。喜欢一个人就是鬼鬼祟祟，会跟随。加油，说出来。这跟下去，跟下去，说。要下去吗？不知道。坐这边有点冷。你贴人男生那么近干什么呀？冷是吧？哦，嗨，在助攻了。好逗啊！就有的时候对恋爱之间，男生和女生都有自己的军师团。快下来！好，我们去看一下。跟丢了。真是跟丢，这怎么办？没事，别着急。下来呀，快下来坐呀！我们在聊就是那个星空房和那个 CTD， 你们会喜欢哪个？我也觉得都还好。对啊，就是我觉得就是不同程度的了解嘛。我觉得都还挺好。对。嗯。哈哈哈哈。萌萌刚才没把握住机会啊，现在有5个人了。我这里想作为入住过小屋的人，就替女孩说一句话，就是有的时候，我是一个相对内向的人，我不敢在这个开放的空间里去表达我想做什么事情，但是这个水面随着在动的人在动，而这个局势在被他们影响着。如果说我本人的个性是强势一点，我可能会说我们去打桌球，那我就去开启一个新的局面了。但挺好，就是给了我们一个更真实的你们在那个空间的角度。对，那你在北京哪个区啊都？我又给忘了，我好像问过无数遍了。我在西城。哦，那你有点远，辛苦。你们都在这儿坐着呢。你们干嘛去了？我们在外面一直聊天呢，聊了好久。你们在干嘛？我们也在聊天。哦，聊什么话题？我们刚开始，要不要加入？就纯闲聊。
因为大家在聊那个去哪里，如果是 CT day 的话，还是空调还是人冷，你调高一点，在那遥控器，是不是那遥控器？再调高一点吧。我给你关了去。要不要加入？哦，好吧。拐弯走了。海怡是比较关注博涵的，他就对他有感觉啊。对，凯怡是比较对，喜欢他对博涵是有感觉啊。他就是在那个晚宴的时候就看了他的那个。嗯。哎呦，你看书呢？看书呢？你看来了。看什么书啊？明朝那些事儿。明朝那些事儿。哦，这好读书。我去年年底刚看完，他最后一本书第9册，那个作者说，你什么样的人生才是最成功的人生？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过自己的一生才是最成功的。这么多了。我比较喜欢历史，你看。你也喜欢历史？对，成功只有一个，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度过一生。哎呀呵。你可以啊，读那么多。对，我平常也爱看历史、那个哲学什么的。哇，还有吗？你还？还有，就等你慢慢探索吧。哎呦，哎呦呵，这小话真行。你平常爱看什么？书啊。传记。红与黑你看过吗？没看过，这个从0到1看过。哎呦，小心！哎呦，哎呦，小心！哦，引起注意了。啊，看。哎呀，兄弟们嗅到了一丝气息，等会儿那就去了。对，引起注意了。是吗？哎呀，怎么了？哎呦，哎呦，都去了。怎么了？哦，你在读书啊？啊，来了。哦，这有书。对手来了。还有明朝那些事儿。本来是2个人的，我刚看这个，然后他跟我说他把9本都读完了。这个场景，一屋人。这是什么？红与黑？对，这是红与黑。哦，你们平时爱看书吗？他第一点讲是非常爱看书。你昨天问过我，你还否了我。不是对我得向你澄清一下，是我太狭隘了。我回去特地。是我狭隘。不是，我回去特地研究一下。其实你说的对，是我太狭隘了。不，真的。他只是角度上都不一样。他只是从西哲的角度，我们没有哲学，但哲学是一个很泛的概念。但其实我妈就学哲学的，我回去真的问了一下，你知道吗？你妈妈是学哲学？对，她学胡塞尔的。哇。这段有点超纲。他是胡塞尔，还有现象学。哟，好厉害。对，但确实是昨天是我狭隘了，我特地查了一下，我就怕我说错。战术性喝水，战术性喝水。书到用时方恨少。这个适合我。我给你道个歉。没有。什么呀？可能也适合你。这个叫什么呀？从0到1。他是讲创业的。我看过这个。看过，值得看吗？挺好的。你想创业啊？我就是看一下。你想创业？那你想去明朝？哎，但明朝确实挺有意思的。他的逻辑讲的。这在较量啥呢？哎呦，太忙了，真的。博涵挺狠，坐那不说话，在那看。博涵肯定会发力。红与黑，红与黑。哎呦哇，他坐下了。他坐下了。博涵，很不经意的顺路过来。出手了。红与黑，没看过。你没看过红与黑？没看过。会出现。
这里面是谁？听不出来。但是芳芳应该在楼上，楼下是有女生的声音吧？玉儿。哦，太神奇了。哦，好安静啊。没有回音了。是的。就现在的这个确实是很微妙的一个状态。他们在那边台球吗？探测一下他们在干什么。打探风声的。我感觉陶远就是看到凯不太舒服，所以他就想着我跟他们一块儿去看看。是的。虽然我没看过《明朝那些事儿》，但我看过《大明王朝》。大明王朝1566，是那个那个大明王朝1566是胡军吧？还是不是胡军是那个什么？但胡军也演了。陈道明，哎，不是朱元璋，不是陈道明。胡军演过朱元璋，对，胡军演的。那个大明王朝1566讲的是嘉庆皇帝那个事情。嘉靖皇帝。哎呦，然后那个胡军演的是朱元璋，我记得。叫陈宝国。对，陈宝国演的。不认识。陈宝国是一个国家级的戏骨的老演员。对。想起来。你看的蛮多的，真的蛮多的。一般女生很少看这种。确实，我以前挺喜欢看历史的，但我后面脑子有点记不住东西了。不是，你看历史的时候，就是你不要抱着说记忆一个东西的目的去看。你这个说的很对，因为它往往会内化在你的精神世界里面。哎，你们看历史都是想去看什么东西啊？那你看哪个着重点在哪？你喜欢中国史还是世界史？哎呀！我的天哪，回不过来了。这份热闹的像过年似的。我感觉他们好像在打篮球赛，一个出现，另外一个要卡位，另外一个卡位，然后另外一个要卡位，彼此要一直在卡位。你喜欢中国史还是世界史？我都看。都看。但是世界史我只知道近代的。但近代的够了。二战之后，因为它很多跟经济政治挂钩，就跟你的专业不是很贴嘛。对，我感觉这种氛围下不适合再看书了。你看后面又出来了，里面肿膜了。他们在研究什么？近代史。写 essay。你们有那种 dissertation 吗？有。占多少？30。走了吧？忘了，好像挺高的吧。开始陆续离场了，一航也离开了。哎，你怎么下来了？啊？你怎么下来了？我刚刚不在你旁边吗？哦，你在我旁边。对啊。不好意思。不好意思。根本就是在发懵。你们选红色都没有纠结吗？就直接选的红色？没有。那其实你们选红色的，你们会希望对方也是红色的那种吗？不会，那不会。就是只是说自己方式是红色的。对，我们的思维就是可能红色是开始嘛，要以这个为基调。哦。我挺好奇个问题，思思那个 MBTI 那个内向占多少？还挺多，可能是70、80。70、80。我说他进来的时候，我说我在呢，然后你们嘲笑我，他们。你嘲笑人家？我没嘲笑他。其实在跟大家讲你很勇敢。你为什么嘲笑他？哦，没有，开玩笑的。我其实在跟大家讲你很勇敢，你为什么在跟我打招呼。
我在呢。可爱。没有，其实我们两个就是有的时候说话就熟了以后，确实有这种风格，就是别在意就行。对，我知道。你们俩说话真的像就是双口相声一样，是吗？对，你们这小屋就一点都没有紧张的。紧张这个词对我来说基本上是不太会吧。我是会有一点的，对，你是可能真的一点都不会。我进来的时候我就感觉我像第一个到的一样，他像回家了一样。很好。贺文的这个行为真的挺好的，对，他让女生没有那么慌，然后自己也有个话题。这俩人还 PK 呢。哦，你是在主校区？哦，我其实挺想住学校附近的，但是我有一个朋友在帝国理工，然后他想跟我当舍友。哦，我也有个朋友在帝国理工。起身。你认识我们学校的吗？我认识啊，你们专业的。所以我那天在问你。健全先生。我们可能会有共用。我也觉得我们应该有。是不是个不高，然后学习挺好的，学习非常好。后来考到健全。短发。有点。我知道。你知道的。我看那些微表情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他跟我之前的一个朋友是好朋友，就我之前的一个朋友，就我之前的一个朋友。我还也离开了。你突然真知道？我真知道。他俩真有共鸣了。博涵离开了。博涵。这是个沉默。我觉得凯怡应该知道他的心意，能感受得到。是。掉的时候不疼吗？我帮你找一下吧，大家。不，估计找不到了，完全不知道掉。是这个喜欢这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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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。这么抓马吗？真的是五角星。明显感觉到那谁，以恒是对凯怡是有感觉的，凯怡应该是对博涵应该是有感觉的。是的，是的，对吧？看下来好像是这样的。我说你第一次是不是也是穿一身白的？对。当时我记得见到你，我们不是去红房子找你吗？然后你不是我不记得你吗？我当时太累了，我想反驳一下，但是当时有点就说算了。有点神秘感。你是真挺神秘的。搞不懂你在想什么。
那你独处的时候一般干嘛？读书？躺着，看手机，看剧，看百家讲坛，看百家讲坛。你也太反常。你高中在哪上的？我高中在北京上的。你选科是什么？数学、高数、物理、经济。高数、经济，咱俩选科一样。一样，你没选中文吗？我也选了。那你有没有拿 A 星了？我当然拿了。哇哦，那就还好。我拿不了，我怎么上这个专业？哦，确实，你这个是不是对语言要求特别高？对，要7.5。哇，那你英语非常好。还好。但是你这个专业，我感觉当教语言很累啊。是累。我也是想着我的研究生是转管理的嘛，因为我觉得数学读得太累了。哦。对，我不是那种一直就是能坐得住的那种，就是交易员这种我就做不了。就我说我不够了解自己，我真不了解自己。因为我有时候会这样觉得，就我对自己认知不够清晰。就不管是处理感情还是处理任何的关系，我都觉得我是极致理性的，但我发现我根本就完全不理性，就我实际做的是不理性的。我有时候也是，就是评估了很多之后，还是做出了那种感性的决策。就是也不能叫恋爱脑吧，但是就是大概是这种感觉一样。我明白。但是怎么说呢？就是我很腼腆。在感情上去讨论得很深入哦。如果有一个人追我，我会觉得我配得感过高，我会对他没有那么喜欢。如果我去追别人，也会觉得我很卑微。是的，我同意。之前看了一句话，我觉得说得特别好，就是极度自负的人其实都是极度自卑的人，就是因为你渴望得到别人的关注，对，但你又害怕别人不关注你。你觉得你有一些这样吗？对，我骨子里很傲慢，我经常会觉得，就我在关系再好的人，我也觉得他很多事情其实笨，或者很多方面他做的不好，但我骨子里有自卑，我也会觉得他们很多地方都比我强，就我很难客观的评价自己。我很容易把自己的短板和别人的长板去，就是害怕自己不够好，就觉得只要自己不够好，终有一天会有人离我而去。我其实底色是有一些害怕被抛弃的那种感觉。就是每个人其实我觉得都一样，大家都在装大人。大家都在装大人。我底色是个小男孩。你是怕被抛弃是吧？我底色其实是想得到认可，我觉得。我其实还是挺容易给自己压力的。那肯定，我觉得这个大家都做不到不给自己压力，就我也做不到不焦虑，做不到不内耗。我就是发现，我只要一 emo 一焦虑，我就看历史，然后一看历史我就好了。你是以一个什么心态去看？就其实你在看历史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上，怎么说呢？日光底下无心事。你经历过的，往人早就已经经历过了，甚至有千百倍的疼痛之类的。确实，人不多了之后聊的就深了。其实我也没想到我会跟你说，但是突然就想跟你说了。没事，我。但我感觉能和你聊聊这些真的挺开心，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说。我也挺开心。好好啊！至少我目前了解下来，我觉得你挺优秀的。我觉得你也挺优秀的。我就在投下去。我就在投下去。哇，这个变得很快。这个夸到心里了。反正我觉得真挺好的。这段真不错。我一直在看的时候，一直在我心里面分析，我是觉得这4个男生好累啊。就是每一个男生都不是在做自己，因为那个紧张，然后突然看到希伦可以做自己的时候，
啊，突然觉得啊好舒服，很轻松。其实你看到月，他自己也变舒服了，然后你也看到月的那个眼神，想要听听那个男生是想要讲什么。他刚刚跟月儿的相处，其实是一直都在输出的。但是他说他内心是一个比较自卑的人。我觉得人会因为觉得自卑，是觉得这个事情我没有把握，某种意义上是觉得沙月儿会不会喜欢他，但是还是忍不住就是想去靠近。对，他就是挺想把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都告诉他。所以他一说的时候，月的眼神，你看到他愣了半秒啊，他就觉得有趣。然后他也开始打开自己的心扉，这个打开心扉，我觉得才是就是相处的第一步。因为他用心把自己的脆弱给放出来了，而只有一个对自己有足够了解以及有底气的人，才会说其实我是自卑的。所以你看希伦他才是内心强大的，蛮厉害的，是因为他坚持的到最后。很多时候咱们做事啊，别下桌，坚持到最后那一刻的时候，你会发现。这段聊天多高质量！希伦得到了一个鼓励的信号，就是他们有共有，或者说他们的生活背景有一些重叠，所以他比别人好像要多一层可能性的感觉。但我觉得博涵，如果他可以真的做自己，对，去有一个这样的对话，也未必输。在这家乐高灵感花店，心动正在悄然盛开。向日葵总会找到它的太阳，心动总能找到开场白。怎么少了一个？一看你就是 J 人，这么明显吗？就是这个。一块一块拼出一朵花，一点一点更了解它。乐高花植总有新花招。Hello， 溜达溜达，走。哦，博涵和凯怡。在哪坐会儿？要不在里面坐着。你平常有运动什么运动习惯？还好吧。明天你还只要早起？应该不用早起。也不老啊，天聊的，就感觉时间过得好快啊。才20多就觉得时间过得好快，好逗啊！他俩第一天挺开心的氛围，今天就是怪怪的。之前没有太在北京待过。就是在北京生活过一段时间。哦，对。那你之后呢？你之后呢？之后又去苏州。那你每天就是能遇到这么多人，那你就是没有遇到过你的理想型吗，或者怎么样？哦，看他怎么说。没有，我觉得还是凭感觉吧。又来这个。不是，这不是真是的，我可能一个闲聊把他锁死了。哎，这个姿势，从动作上分析，我觉得他是脑子里一直在想怎么回答这个女孩，并没有，就是你进入一个工作的状态，其实你并没有说很想去，他可能会比较紧张的，就是说思考工作以外的事情，因为我性格可能。也不是那，就是说，很那个什么的，很 E 的那个。他这会儿就想的说，我是不是回答要得体？明白。但是凯怡的那种交流方式呢，就是我就在跟你闲聊天呢，没所谓，能当朋友当朋友。对。那你就平常不太会主动去了解别人？其实有的时候我心里想，但是。很难去迈出这一步。
我感觉咱俩第一天聊的比较多，然后等到晚宴那天的话，感觉就是聊的比较少。哎，很直接。因为晚宴那一天，我感觉那个场合有点压抑。嗯。啊？为什么？因为大家刚认识在一起，我本身我就不太能说的一个人。但是我那天没感觉你很爱啊。凯一这种性格就是人间清醒，是吧？那是我的一个保护色啊。可能是。对。哦。那你那天换位置就是纯是瞎选的吗？哦，这敞亮。那你那天换位置就是纯是瞎选的吗？因为我感觉和谁换都不太那个什么，然后和一航看着我想那就和他换吧。我还以为是，哎呦我的天，我还以为是有原因的。没有。哎呦，哎呀，不是，我就觉得直接说都没事。我现在就是对沙月挺有好感，我想试试。跟人家沙月儿交流说那个笑容是发自内心的吧？对，这大家都能看见。还有点别扭。我还以为是有原因的。没有。我看看凯一怎么发问。就是在最开始接触的时候，就如果他也有其他想聊的人，我可能就会给出一些空间。想了解别人是不是说？就是打个比方，是这么个意思。因为我觉得凯怡的整个人的状态我很喜欢。我也是。是原来是什么样？你说呀。我倒是觉得这是一个比较重大的转折。哦。凯怡他会觉得我这么开诚布公的跟你讲，然后如果你这么回答我的话，这个人可能在我的清单里是去掉的。因为我不是你的 waiting list， 我也在筛选你。因为大家都其实处于一个在观察的一个阶段。但有一种可能性啊。会不会他们俩第一天见面的时候，其实男孩没有被吸引，就他对女孩的这种方式可能太过于委婉，直接的方式他先往后退了半步。也许渤海某个方面他是想要保护凯怡的这个自尊心啊，肯定有。但是当你过分的去保护对方的这个自尊心的时候，其实你是低估了对方的心理承受能力。对，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得很别扭，因为凯怡她明显是有足够的心理承受能力的。对。对，各位亲爱的丘比特们，本季的第一次推聊开始了。这次的推理呢，我们是团体战。好，答对全部的心动线，每人就能获得1颗心动原石。才这么多个呀？对，每季都是这样，才11个人发给谁啊？是的，有一些很简单的啦。来吧，朋友们，不如我们丘比特也加码一个玩法。如果哪个丘比特率先赢得了9枚心动原石，就可以换取1颗茉莉币。只要将这颗茉莉币
丢到许愿池里，就可以给自己关注的素人嘉宾或者素人的 CP 许愿一个约会的机会，比如说双人旅行啊。地点可以真的让我们自己选，当然可以啊。愿意让我们分享来就是分享啊。好，是你说的，来啊，我说的节目组同不同意我不知道。准备这个，我们使使劲儿，好吧？来吧。先说已知的吧。对，希伦是谁？希伦还要问呀？希伦、月儿，我同意。孙博涵，月儿，月儿吧，月儿吧，月儿还是会坚持一下月儿。来，等一航，那还是月儿。一航为什么是月儿？因为他一直都跟着呀。或者思思呢？哦，这先待定行吗？待定。好像是月儿啊。月儿，那么抢手哦。呀，那肯定是那个人棒。以恒应该是凯怡。凯怡，那凯怡，那太凯怡了。好，我们现在一行待定的啊。来，走。来，女生，凯怡给谁？博涵，对，来吧，博涵，走你。月儿应该是希伦吧？希伦，肯定希伦。希伦，刚聊完天都到那一步了。萌萌肯定是那个谁呀？希伦。连，思思应该就是那个一航。思思好难猜啊。哇，思思是。我先把那个于洋双方啊给锁了啊。思思是谁啊？思希伦是吧？我猜是以恒。猴哥，你说你猜谁？我猜以恒。那就排除。我平时也是这么决策的。那就是希伦。希伦了。听他们的。别，哎，快！别啊！凯奇，燃起来啊！谁啊？你快整吧！我的脑瘫了，有点。哇，怎么办？思思，你看他当时扫那个码的时候，他其实挺想了解一下希伦，但是希伦没有中奖。那就是希伦。希伦了啊！好，听你的。现在突然这么多人选了吗？是合理吗？一个字不差。好，我们现在一行是思思吧？哦，对，思思。我咋觉得是月儿呢？我也觉得是月儿。他们4个男生一直跟月儿在一起，但他还帮维护了一下思思啊，说你们说他什么了？他对那个思思有照顾。对呀，我觉得那个镜头不做无用的交代，我觉得就是一定是有一些蛛丝马迹。3票思思了。现在3票思思了。你这样吧，我们现在开始唱票了啊！思思的请举手，月儿的请举手。一航肯定是月儿啊。月儿啊，那月儿。朋友们，姐妹们，月儿，完美！我觉得我刚才就是那么想的，其实。接下来请公布所有男生的心动线。来。紧张，太紧张了，可能猜对的，猜那么多个，可以的。有老朋友在这儿呢，你放心。博涵谁？博涵是凯怡。谁呀？博涵给凯怡。博涵给凯怡。哎呀，我胃疼。他是不是闹情绪了？你跟凯怡聊了点啥呀？你给凯怡啊？发的道歉信是吗？还是发的律师函？哦，有可能发道歉信。心动短信，你第一天上来道什么歉呀？博涵，让我心寒。来，接下来咱们看看女生的选择。凯怡谁呀？以恒。谁？以恒。凯怡给以恒。其实合理。我说实话，我希望凯怡发给以恒。是，他感受到以恒对他的喜欢了。我觉得是这样，这个锅凯怡不背，还是怪博涵。沙月儿呢？给贺文。谁呀？什么文？给贺文。他给了陈赫文。你看我之前就问你那个，我说你2万以后给贺文。我以
以后再也不看什么历史书了，不看了。不看了。我会那么多历史常识，我换不得一分短信。然后，思思呢？给了一行。什么？哦，其实你们刚才说的思思嘛，一行，基本上是连的稀烂。6年归来，一败涂地。没事，兄弟们，咱们现在已经输了，咱就知道心服口服。咱看看短信内容是什么。好啊，行，来。谁？没听到。期待能看到更生动、更热情的你。好好休息。我吃了哟。七轮的，我在。课文现在并不知道是谁发给他的，这个很难猜啊。今天和你聊得很开心，还画在脸上了。那他应该拍到了。博涵一个晚上都没收着信息。好了，男生发女生的。鱼做的很好吃。这种为什么可爱的女生没人投啊？很期待新的一天的小屋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嘞？我们往后看吧。嚯，新的一天。行了，好漂亮啊！今天，谢谢。Hello，如此美丽啊！凯一就让人感觉好像是身边就有一个这样的朋友，能量很多。女生都来了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不知道。还有几个座位啊？现在？1、2、3、4、5、7，哦， 12个，多了一个。
哦，怎么回事？又有新人？真假的？就是会来新人吗？期待啊，期待！节奏这么快，好快啊，节奏真的，第一期就来人了。猜一下，男生还是女生？应该来女生吧？我们不是少一个女生吗？对。我有一个想法，为什么男嘉宾们没来？是不是他们先提前和这个女生吃饭了，然后一块儿过来？不能吧？哦，有可能。已经来了，来了。啊？哦，来了吗？听见脚步声了，高跟鞋。哎，好像真的是有人来了，感觉好刺激。精彩的部分到了。哦！哎呦我的妈呀！好期待！好高挑。哇！一下就来了。我是梁小雨，山东人。刚开始看到的时候会比较高冷一点，说起来之后比较淘气。哇！我会期望在这样的一个一直在不断变化的世界里，能够有一个稳定的常量。是表达，有一种高质感。我会想先见女生，因为我想跟大家成为好朋友，想跟大家先成为一家人。哦，好不一样啊！哇，女生，哇哇，迎接一下。哇哇，注目。哇，Hello， 大家好。好漂亮。她真的好漂亮。好漂亮，我看呆了。随便坐。好高挑哦。我在这间嘛。那我坐你旁边。好啊。怎么感觉这女孩更高啊？嗯。请。好高，好美。势均力敌的高啊！哇，更高哎，1.8米。哇塞！哇，好漂亮，好多美女。太漂亮了。哇，月儿看呆了，真的又再次给我视觉享受。怎么称呼你？我叫肖雨，梁肖雨。梁肖雨。梁，我也姓梁啊，梁仁芳。太好了。雨是雨滴的雨吗？哦，下雨的雨。哦，梁肖雨，哇，好诗意的名字。好美。Same to you。你是哪里人？我是山东人。哦。哎，我也是山东人。啊，天哪，太好了！你是我的舍友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是吗？因为他们的屋子都满了，我们就是舍友。好。太好了，那好温柔，真的好温柔。喝不喝茶？我给你拿一个。好，谢谢。没事。欢迎新同学，欢迎，谢谢大家。整个的氛围很好。我觉得好和谐哦，没有那种多一个竞争者的感觉，反而就是女生之间的友谊。你有多高啊？我1.78米。哇，我1.77。哇。现在这么普遍了吗？这种身高？哇，好高！哇哦，好幽默。咱们坐下聊吧。那可以问一下大家的名字吗？必须可以。梁仁芳。梁仁芳。我叫孙启萌，然后你叫我萌萌。萌萌。嗯。我叫吴思颖，然后叫我思思就好。思，好。我要崔凯怡。凯怡。我叫沙月儿。沙月儿。哇，大家名字都好好听。梁仁芳，孙启萌，萌萌，吴思颖。哇，好厉害。哇。崔凯怡。哇，沙月儿。你记性这么好。我的天哪！哇！掌声！他第一遍就记住了，你都不知道我们5个记名字花了1天。挑战成功，太厉害了，这个记忆力。
好羡慕这种能力。大家有看这个盒子里面是什么？有看，是不是你送给我们的？哎呀，你，我刚想说，哇，还准备了礼物哎，这个贴心呐，谢谢。一套的就会有不同的小猫的玩具，对，好可爱啊！我觉得餐具会有一个很好的寓意，就是以后可以加入到大家，然后每天跟大家一起吃饭，我觉得也还是一种浪漫。很喜欢。你吃饭的时候就能想到。对对对，而且它就是有一个盒子里面是会多2个小的调味盘。哦，盲盒款。哦，是这个吗？就是我这个吗？是这个，有一个爪子的。哦，不是，还有惊喜盒子，看到我们没拿到，哇！看看哪个男生拿到了。有缘人。哦，真的。有缘人，哪个有缘人？没错，她的魅力跟其他的女嘉宾不一样，就制造一些缘分和巧合，拉近距离。你见男嘉宾了吗？没有。哦，可以期待一下。可以期待一下。好，都是非常棒的男生。哎，你想遇到一个什么样的男生啊？我会比较喜欢阳光一点的吧。阳光一点的。其他还有吗？阳光性格方面？性格方面，我觉得就是大方就好了。大方阳光。身高呢？得比你高吧？跟我差不多吧，我觉得。其实都不矮，好像。都不矮，都挺高的。看来大家评价很高啊。哦。哇哦！妈呀，来了！哇，想知道他们反应？哇塞，其实男孩们会特别惊讶。哇！哦，来了。好重量级的脚步声。哇！来呀！哎呦，我的天哪！哇塞！哇！Hello， 哇塞 Hello， 贺文。Hello， 你好。你好。博涵的表情。哇，这以恒。哇塞！他很不一样，他气场很不一样。我的天哪！他的是。哦。觉得那位比较神秘。哎呦我天！以恒。对，以恒。哇哦，这是倍速版的心动。你的眼神在那边。哇哦！你的眼神在那边。真的感觉肖宇一顿饭就吃明白整个现在这局势了。就有人说你长得有点像章子怡啊。很直接啊！哇塞！有过吗？现在有了。语出惊人。我们俩是。就辛苦你。没关系。哇！什么？好震撼啊！我的妈呀！哇，这个真的是新朋友一来，感觉局势大变，一切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的感觉。他打破了一些原有的格局。现在对肖宇的他的职业和他年龄还蛮好奇的。梁肖宇，我们这位新来的女嘉宾，她可以先见男生或者先见女生。肖宇选择先见女生。我感觉这个选择特别的聪明，因为女孩子。我觉得是他在这个小屋里面的好朋友，他先去见可能室友啊，或者跟自己朝夕相处的人，不用那么着急去见男嘉宾吧，对吧？他的魅力到大家一起见面的时候，自然会散发。就是女生们会觉得自己很被尊重，因为这个女生她可能是先抱着友情来去了解大家、接触大家，非常和谐、非常柔和的一个氛围。
朋友们，没想到这一季的节奏这么快，第一期的结尾就有一位神秘的女生加入，而且她的能量如此之大，会让人觉得充满了期待。期待。本节目由康师傅无糖茉莉花茶独家冠名播出，每一口清香如初绽，邀你一块喝好茶。每周四中午12点加更大放送，解锁更多心动的故事。每周五中午12点更新衍生，陪你看心动，精彩内容响不停。上腾讯视频草场地一键 get 嘉宾同款心动周边，我们下周继续心动喽！月亮代表我的心，月的心。那你过来。哇，那我现在需要人陪。谁唱的？谁唱的？哇！第一次大约会来了，勇敢者，他非常快速地发出名字。看谁快。本季的第一次大约会呢，会出现一男一女，共计2个勇敢者的机会。我有点紧张了。那我是先走了。好扑朔迷离。好紧张。谁啊？这是送给你的礼物。勇敢者奖励。这不就是？我的天哪！好了。嗨。晚上好啊。好。谁？谁啊？哎呀！也很漂亮。你也想见面？要不遗余力的表达爱。我光观察你。向日葵象征着它永远追随着太阳。2个人见面就很开心。哇！第一个认清自己的心意了，真的很有种哎！他一直都是第一个去做尝试的人。对。咱们可以玩那个答案之书。来，我会在这里有一个快乐的结局吗？明天能不能多睡10分钟？谢谢。一个人能使用这个 CT Day， 2个人6个币全用了，1个月承包了。呀，完美！已经给你一个特写，你很厉害。事情变得有趣了起来，我鸡皮疙瘩一阵一阵的起，很直球的感觉。他替他出糗哎！哇！当时我就直接选在蓝蓝对面。我们刚过完1周年，哎，很甜啊！我有个必杀技。哇！宝宝，你就是我正缘。开启私聊了，才能 get 到他的点。夸的男生不好意思了，快点回夸呀！我觉得非常好看，非常好看。不然我想抄你答案。求第3个人，快来！平台了吗？棒！等的就是这句话。8月3日起，每周1、周2、12点 SVIP 更新，每周2、周3、12点 VIP 更新，会员抢先看1周，每周3、12点掉落 SVIP 专享超前彩蛋，更多高甜互动等你来看。每周4中午12点 SVIP 更新加更，解锁更多心动的故事。首周周5、周6中午12点 SVIP 更新衍生，陪你看心动，还有更多心动瞬间等你解锁，敬请期待。只能这热气的早餐店，透不过气拥挤的地铁，还没睡醒又开始新的一天。摩天大楼下城市很美，云层之中有甜蜜的约会，可我还有永远开不完的会。童话哪怕只1天，我也有用心体验的单曲爱才不会辜负夏天。丘比特放出了箭，别假装视而不见。有微光在眼里闪烁，这是心动的信号。